水滴，折射生活无限精彩。大家好，我是小水滴妈妈。今天爸爸做了2道大菜，一个是红烧肉，一个是酸菜鱼。一直喜欢喝葡萄酒的我又馋酒了，所以今天我选一款葡萄酒来配这2道菜。我们都知道红酒配红肉，白酒配白肉，可是今天我们一道红肉，一道白肉，怎么配呢？而且中餐配酒一直都是一个难题。我今天的解决方案是玫瑰红葡萄酒。这款是来自阿根廷著名产区门多萨的一款桃红葡萄酒。那我们就来试试吧。先吃一块带皮的红烧肉。味道好极了。再喝一口这款玫瑰红葡萄酒。太妙了！这款玫瑰红葡萄酒的清爽的酸度刚好能够去除了红烧肉的油腻感，而且我们知道红烧肉一般都是下糖的，这个半干型的葡萄酒的一丝丝的甜度跟这个红烧肉就特别的搭。那我们现在再试一试酸菜鱼吧。很香，再试一下配葡萄酒。太美妙了！这款桃红葡萄酒清爽的酸度能够很好的去除了鱼的腥味儿，而且能够让它的鲜度提升一个高度。另外，这个半干型葡萄酒的一丝丝的甜味儿又很好的平衡了酸菜鱼的酸和辣的口感，太棒了！好，下面再让我补充一下关于桃红葡萄酒的一些知识吧。桃红葡萄酒在法文叫 rosé， 也就是玫瑰花的意思，所以它又叫玫瑰葡萄酒。你们一定想知道它为什么会有这么迷人的粉粉嫩嫩的颜色呢？桃红葡萄酒的酿制主要有3种方法。第一种呢是浸皮法。我们知道红葡萄酒的颜色主要来自于葡萄皮，那么桃红葡萄酒呢，它就是浸皮的时间会短一些，通常不会超过48小时。具体多少时间呢，也会看我们选的葡萄品种的颜色的深浅。第2种方法呢，我们叫初雪法，也就是在红葡萄酒发酵的过程中，我们会把10%的葡萄汁让它流放出来，专门酿制桃红葡萄酒。第3种方法会用的比较少，叫调配法，就是说把红葡萄酒和白葡萄酒进行一个调配。这个通常是在酿桃红起泡酒的时候，或者是桃红香槟的时候会用到。最后我想说说桃红葡萄酒的适饮温度，它特别适合夏天去饮用。那么它的适饮温度呢，一般在10摄氏度左右。所以我们在喝之前呢，可以先把它放在冰箱里或者冰桶里先冰一下。那么它喝起来呢，就是非常的清爽，是非常好的一款夏天饮用的葡萄酒。Cheers！以后大家也不妨尝试一下这2道家常菜和桃红葡萄酒的搭配吧。关于葡萄酒和葡萄酒配餐其实是大有学问的。那么以后有兴趣的话，我这位品酒师愿意跟你们一起分享哦。谢谢您的收看。如果您对葡萄酒知识感兴趣的话，请给我留言，我会在以后的视频里跟大家分享更多关于葡萄酒知识和文化的话题。拜拜。如果喜欢我们的视频，欢迎点赞、评论、订阅、转发。Thank you。